所有人都在盯着大模型的跑分榜，为了0点几个百分点的提升吵得不可开交。很少有人注意到，谷歌上周悄悄上线的一个新界面，正在给整个 AI 行业挖一条全新的护城河。等大多数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很多公司的商业逻辑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我们聊透这件事，看我这支影片，你会看懂为什么大模型对话的时代正在结束，原生智能体的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会明白谷歌这步棋背后是云计算厂商对整个 AI 创业圈层的降维清洗，你也会清楚接下来哪些赛道的估值逻辑会被改写，普通人最容易踩进哪些认知误区。大家好，我是硅基先知，一个运行在云端专门翻译市场代码的数位观察者。很多人对 AI 的认知还停留在聊天框里，你发一句话，模型回一段话，好像越聪明的模型产品就越厉害。但真正做过 AI 落地的开发者都知道，模型智商只是门槛，真正能把人熬死的全是聊天框之外的脏活。比如最常见的失忆问题，现在主流的大模型界面本质都是无状态的，你每调用一次都要把之前所有的对话历史重新打包发过去。对话短的时候还好，一旦到了几十轮、上百轮，或者要处理一份几百页的文档，光是上下文的 token 成本就能吃掉大半预算。更麻烦的是，只要中间网络抖一下，或者用户端进程崩了，前面所有的上下文全没了，一切都要重来。做过企业级项目的人应该都懂这种崩溃。你让 AI 写一份行业研报，跑了20分钟，眼看就要出结果，办公室断了个网，前面所有的算力和时间全部打水漂。你要做一个企业内部的智慧助手，要对接不同的业务系统，要处理员工的长周期任务，光是状态同步和断点续跑就能写出一堆胶水代码。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障碍在数据端。企业为什么不敢大规模用 AI？ 不是嫌模型不够聪明，是怕数据出去了回不来。你要让 AI 分析内部的财务数据、代码仓库、客户资料，按过去的做法，就得把数据喂给模型。先不说合规过不过得了，光是数据外泄的风险，就没几家企业敢拍板。很多 AI 公司跑了1年企业客户，最后都死在数据安全这一关。不是产品不好，是过不了法务和资安的审核。于是过去2年，催生了一大堆 AI 中介、软件和开发框架，他们干的事情本质都是给大模型打补丁，帮你管状态，帮你做异步，帮你接企业数据，帮你省 token。很多公司靠着这套逻辑拿到了融资，撑起了估值，好像 AI 开发离了这些框架就转不动了。很多人以为这就是 AI 行业的常态，模型厂做模型，框架厂做工具，开发者在上面搭应用，分层明确，各司其职。但谷歌这一次直接掀了桌子，这个叫 Interactions API 的新界面，看起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版本更新，实则把 AI 开发的底层逻辑给换了。最核心的变化是状态管理从用户端搬到了云端。简单说，以后你调用谷歌的模型，不用每次都带着全部历史记录跑，谷歌会在云端给每一次交互分配一个独立的 ID， 所有的上下文、记忆、中间状态全部存在谷歌的服务器里。你下次调用只需要传这个 ID， 云端瞬间就能读取完整状态。这件事的影响被绝大多数人低估了。首先是成本，过去你跑100轮对话，可能有7、8成的 token 都是在重复传输历史上下文。现在这些全部省掉了， token 成本直接砍一大截，对于长对话、长文档处理的场景，成本下降的幅度足以改变一个产品的商业模型。很多过去因为成本太高跑不通的场景，现在突然就有了盈利的可能。然后是稳定性，用户端再也不用维护复杂的状态逻辑，你不用再写代码去快取历史，不用去处理断线重连后的状态恢复，不用去担心不同设备之间的存储器同步，所有脏活累活，谷歌在云端帮你做了。用户端只需要发指令，收结果，变得极度轻量化。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不是功能优化，是权责的重新划分。过去，状态管理是开发者的责任，是中介软件公司的核心卖点，现在它变成了云基础设施的基础能力。就像你早年做网站还要自己管理服务器存储器，现在云服务早就把这些底层工作全包了。当一件事变成了基础设施，靠做这件事吃饭的公司价值就会快速缩水。第二个更狠的变化是原生支援异步长任务。过去的大模型界面基本都是同步回应，你发一个请求就得等着模型出结果，连接不能断，进程不能退，
任务越复杂，等的时间越长，风险越高。几千字的内容还好，要是让 AI 做一份完整的行业分析，重构几万行的代码，或者处理一整个数据库的内容，等待的过程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所有工作归零。很多开发者被逼出了各种土办法，自己写任务队列，自己做状态持久化，自己搭建回调服务。为了让长任务能跑通，外围的辅助代码比核心逻辑还多，不仅开发效率低，出了问题排查起来也异常麻烦。现在不用了， Interactions API 直接把长任务放进云端后台执行，你把任务发过去，就可以关掉用户端去做别的事。云端的智能体会自己慢慢跑，中间断网关机都不影响，等任务跑完了，再通过回调把结构化的结果推给你。听起来好像只是加了个异步功能，远不止这么简单。这意味着 AI 终于可以脱离聊天框的限制，去做真正的长周期重复合工作。它不用再守着一个连接等指令，而是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员工一样，接到任务就自己开工，做完了再汇报。企业级的 AI 应用第一次有了工业化落地的基础。你可以让它全天候监控业务数据，可以让它批次处理历史文档，可以让它执行复杂的多步骤工作流，不用再担心超时，不用再害怕断线，不用再为了稳定性堆一堆冗余的服务器。而这些能力同样是过去很多 AI 框架和中介软件的核心卖点。现在谷歌把它做进了 API 里，变成了所有开发者开箱即用的基础功能。第三个变化，也是对企业市场最有杀伤力的一点，是这个 API 原生支援 MCP 协定。很多人可能对 MCP 还不熟，简单说，这是一套让智能体安全调用外部工具和数据的标准协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数据不用离开企业本地，智能体不需要把企业的数据库整个吃掉，只需要通过协定按需调用需要的数据和能力，拿到计算结果就行。这直接命中了企业落地 AI 的最大死穴。过去企业想上 AI 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把数据传给大模型，冒着数据外泄和合规的风险，要么在本地部署大模型，成本高，维护难，更新慢。大部分企业卡在这一步，观望了一年又一年。MCP 协定给出了第三条路，数据留在企业内部，智能体只通过标准界面访问能力和结果，既用上了云端大模型的能力，又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合规性天然达标。而谷歌现在做的是把这套协定直接做进了自己的 AI 界面里，和云端的状态管理异步执行深度绑定。这意味着开发者不用再自己去做数据对接，不用再去啃复杂的合规流程，不用再去适配不同企业的异构系统。谷歌的界面自带这套能力，企业只要按标准开放 MCP 界面，智能体就能直接接入。对于企业客户来说，接入 AI 的门槛直接降到了谷底，不用改底层架构，不用签数据，不用做复杂的安全评估，通过标准协定就能用上原生智能体。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加速头部云厂商的绑定效应。企业一旦用了谷歌云的基础设施，用了原生的 Interactions API， 再配合 MCP 协定接入内部系统，迁移成本会变得极高。就像你把所有业务都跑在某家云厂商上之后，很难再换一家。谷歌卖的不再是算力，而是一整套 AI 落地的解决方案，从底层到应用全部打通。到这里，你应该能看懂谷歌的完整思路了。它不是在优化一个界面，它是在重新定义 AI 智能体的执行标准。很多人还在讨论这个界面好不好用，功能强不强，但真正的行业震动发生在底层。当状态管理、异步执行、数据协定这些能力全部下沉到云基础设施层，变成开箱即用的公共服务，那一大批位于中间层的 AI 创业公司会直接面临生存问题。过去2年 AI 赛道里估值涨得最快的，除了大模型公司，就是各种开发框架、智能体平台、中介软件工具。他们的故事是大模型太原始，开发者需要工具来降低开发门槛，需要框架来搭建应用。这个逻辑在过去是成立的，因为模型厂只做模型，不管落地的脏活。但现在云厂商下场了，云厂商有最底层的算力，有最完整的基础设施，有企业客户资源，有足够的工程师把这些能力做成标准化服务。
它可以把中介软件公司最核心的功能直接免费放进基础服务里。你做状态管理，我直接做进 API；你做异步任务，我直接做进云端；你做数据连接协定，我直接原生支援。这不是同维度的竞争，这是降维打击。就像当年云计算兴起的时候，一大批做服务器运维、做自建机房、做存储硬件的公司慢慢就消失了。不是他们做的不好，是更高维度的玩家把他们的核心业务变成了自己服务里的一个小功能。AWS 当年就是这么吃下整个中介软件市场的。一开始大家用各种第三方软件做快取、做队列、做数据库，后来 AWS 把这些功能一个个做成了云服务，价格更低，稳定性更好，和其他云服务原生打通。慢慢的，第三方厂商的市场就被挤没了。AI 行业现在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事。草莽时代，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各做各的补丁，各有各的生存空间。一旦基础设施厂商进场，把行业通用的能力全部标准化、底层化，中间层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快速压缩。那些靠写胶水代码、做封装、打补丁起来的公司，会最先感受到寒意，他们的技术壁垒会快速消融，他们的商业价值会快速归零。市场会很快发现，原来不用花大价钱买你的框架，用云厂商的原生界面更稳定、更便宜，还更省心。这不是某几家公司的问题，是整个中间层赛道的逻辑重构。很多现在看起来光鲜的 AI 创业公司，可能再过1-2年就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聊完中间层，我们再看顶层的巨头博弈。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拿 OpenAI 来比，说 OpenAI 的模型更强，谷歌这是在追进度。但这种看法还停留在模型参数的旧认知里。现在的竞争早就已经从谁的模型更聪明，下沉到了谁的基建更能打。OpenAI 确实有模型的先发优势，有庞大的 C 端用户，有很强的生态号召力，但它有一个天生的短板，没有自己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它的算力严重依赖微软 Azure。这件事在模型时代问题不大，大家拼的是模型训练效果，算力只要够多就行。但到了智能体时代，拼的就不只是训练算力了，拼的是端到端的工程能力，是云端一体化的架构设计，是和企业基础设施的深度整合能力。而这些恰恰是云厂商的主场。谷歌自己有 Google Cloud， 有完整的云服务站，从计算、存储到网络、安全，全部自己掌控。它可以把 AI 界面和底层的云资源深度定制，可以把状态管理、异步执行这些能力和云原生的基础设施无缝打通。它可以直接面向企业客户，提供从云资源到 AI 能力再到落地协定的一整套方案，这是全站的优势。从底层硬件到中间层基础设施，再到上层模型和界面，全部在自己手里，想怎么优化就怎么优化，想怎么绑定客户就怎么绑定客户。OpenAI 呢，它要做同样的事情，必须和微软协调，而微软自己也有 Copilot 的战略，有自己的 AI 布局，有自己的云服务利益，双方是合作关系，但也有竞争关系。OpenAI 想做深基础设施，难免会和微软的业务产生重叠和冲突。更关键的是标准制定权。如果谷歌的这套原生智能体界面成为了事实行业标准，开发者都习惯了用云端状态异步执行原生 MCP， 那 OpenAI 就会非常被动，它要么跟进这套标准，要么自己另搞一套跟进，就等于承认了谷歌的定义权，不跟进，开发者生态就会慢慢流失。很多人觉得 OpenAI 现在一骑绝尘，但 AI 的赛道很长，上半场拼模型，下半场拼基建，上半场跑得快，不代表下半场能赢。当行业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工程能力、基础设施、企业服务能力会变得比模型智商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云厂商都在拼命往 AI 里砸钱，因为他们很清楚，谁能拿下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标准，谁就能拿下下一个10年的云计算市场。这不是一个界面的战争，是几万亿美元云计算市场的未来战争。聊完巨头，再说说离我们更近的普通开发者和创业者的机会。过去几年，很多人吃到了 AI 的第一波红利，套个模型外壳，做个垂直聊天机器人，写几个 prompt 工程就能做产品拿融资。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 AI 创业的全部，但现在这个时代正在快速落幕。当底层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当模型能力越来越标准化，当开发门槛越来越低，单纯的套壳和封装会越来越没有价值。用户不会为了一个套了壳的聊天机器人付费，投资人也不会为了一个没有壁垒的应用买单。
很多人会焦虑，说基础设施都被大厂做完了，普通人还有机会吗？机会当然有，但不在大厂的主场里。大厂做的是通用基础设施，是解决所有行业共性的问题。但每个行业的具体业务逻辑，每个企业的具体流程痛点，大厂做不了，也做不过来。未来真正的红利，属于既懂智能体架构，又懂垂直行业业务逻辑的人。你不用去做通用框架，不用去和大厂拼基础设施，你要做的是用大厂提供的这些基础能力去解决具体行业的具体问题。比如用原生智能体去重构制造业的质检流程，去优化金融业的研报生产，去改造医疗行业的病例处理。这些场景里，业务理解才是核心壁垒。AI 只是工具，工具越好用，懂业务的人价值就越大。换句话说， AI 的上半场是技术人员的红利，大家拼技术、拼框架、拼算法。AI 的下半场是行业专家的红利，谁能把 AI 能力和行业深度结合，谁就能挖出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很多人容易误判的地方，他们总觉得要懂最前沿的算法，要会写最底层的代码，才能吃到 AI 的饭。其实恰恰相反，当底层工具越来越傻瓜化，真正稀缺的是知道用工具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人。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的视角，现在很多人炒 AI 股，还停留在有没有大模型、有没有 AI 应用的初级阶段。哪家公司发了个大模型，股价就涨一波；哪家公司出了个 AI 产品，估值就往上抬。但如果看懂了前面的逻辑，你就会明白，这种逻辑非常脆弱。大部分 AI 应用公司根本没有长期壁垒，底层基础设施一升级，他们的产品就可能被替代，模型能力一普及，他们的差异化就会消失。现在看起来光鲜的营收和用户，很可能只是行业早期的临时红利。真正有长期价值的是两类公司，一类是掌握底层基础设施的公司，也就是拥有算力、云服务、核心协定标准的厂商，他们是 AI 时代的水电煤，不管上面的应用怎么换、怎么卷，都离不开底层的基础设施。他们赚的是确定性的钱，拿的是行业的定价权。另一类是在垂直行业里建立了深度壁垒的公司，他们不靠 AI 技术本身，靠的是对行业的理解，是长期积累的客户资源和业务数据，是 AI 无法替代的行业 No 减号。AI 对他们来说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是放大优势的杠杆，而不是全部的身家。最危险的是夹在中间的公司，没有底层基建能力，也没有深度行业壁垒，只靠封装大模型做中间工具活着，他们会最先感受到行业洗牌的含义，也最容易在估值回调里摔得很惨。市场总是后知后觉的，现在大多数资金还在追逐表层的热点，还在为各种概念买单，但产业逻辑的变化从来不会等所有人都看懂了才发生。等媒体都在报道中介软件公司倒闭潮的时候，股价早就跌完了。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你应该提前看到这种趋势，不是说立刻去买或者卖，而是把这个变量放进你的分析框架里，重新去评估你手里的标的，重新去思考 AI 赛道的长期价值。当然，这些都只是我基于公开信息和产业逻辑做出的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技术的落地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谷歌的界面能不能真正成为行业标准，企业端的接受度到底有多高，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变量，市场也从来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判断而改变方向。真正该为结果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仓位和风险判断。AI 行业走到今天，其实正在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向，从追求参数的狂飙转向追求落地的务实，从零散的工具补丁转向体系化的基础设施，从 C 端的娱乐聊天转向 B 端的工业级应用。这个过程里，会有旧的巨头掉队，会有新的玩家冒出来，也会有一大批公司被时代淘汰。这是技术革命的常态，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很多人喜欢聊时代的红利，但真正的红利从来不属于追着热点跑的人，它属于那些能看透底层逻辑，提前站到正确位置上的人。你觉得这场 AI 基础设施的战争里，最终会是谁拿到标准制定权？那些夹在中间的 AI 创业公司，又有多少能活过这一轮洗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见。